天启7年8月12日，熹宗在病中召见了群臣。说来也是怪事，天启帝身体健康时从不关心国事，任由魏忠贤之流把持朝政，到了人之将死时，反倒念起国事来了。熹宗对大臣们重申了他对魏忠贤的信任，并透露了前一日单独召见信王朱由检的事。他这是让大臣们知道，让信王继承皇位是出自他的安排。与生不出儿子的正德帝不同，熹宗是有儿子的，其中一个还是皇后所出的嫡长子。在熹宗召见朱由检的前夜，魏忠贤还告诉熹宗，后宫中已有妃嫔怀孕，不日将诞生皇子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熹宗还会依照兄终弟及的顺序，让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呢？在大明一朝，由藩王继位的情况不少，除了朱棣外，其他都是由于皇帝无嗣而凭空捡到的皇位。熹宗虽有3位皇子，却都没活下来。其中最可惜的是皇后张嫣所诞下的皇长子。皇后诞生长子，在明代不多见，非同小可。如此一个宝贝疙瘩，怎么会早早夭折？原来是魏忠贤和熹宗乳母客氏两人在背后搞鬼。皇后张嫣是当时有名的大美人，被选入宫后即被熹宗一眼看中，册立为皇后。张嫣不仅貌美，还识大体，英明过人，常指责魏忠贤、客氏祸乱宫闱，因此遭到两人的怨恨。张氏怀孕后，魏客两人把皇后身边的宫女都换成自己人，伺机下手。不久之后，皇后早产，虽生下一个男孩，却没有保住。此事在宫廷内外都有传闻。后来杨涟杨忠列公在上书痛陈魏忠贤24大罪时，第10条罪名即是谋害皇长子。另一个怀孕的玉妃就更惨了，性情直烈的玉妃无意中得罪了魏客两人，被这两人假传圣旨，幽禁在别宫，身边宫女全被驱逐，并被断去了饮食。一个下雨天，饥渴的玉妃爬到屋外，匍匐在地上饮屋檐滴下的雨水，慢慢死去，腹中胎儿也夭折了。后来的崇祯帝朱由检也曾一度遭遇魏忠贤的威胁。某日，魏忠贤准备诬告张皇后的父亲张国际谋立信王，想要一箭双雕，一举除掉2个眼中钉。一向对魏忠贤唯命是从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，这次却极力劝阻。他说主上凡事愧愧，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。寥寥数语，道出熹宗对皇后和武帝朱由检的信任。魏忠贤听后大惊失色，匆匆将安排好的人手全部灭口，诬陷之事就此作罢。朱由检与熹宗虽然同父异母，然而他们各自的生母早亡，是被一起抚养长大的，因而感情非同小可。这也是为什么熹宗病重时会想到让朱由检继承皇位。史书记载，熹宗见朱由检时，直截了当地说吾弟当为尧舜。在后世的人看来，崇祯帝对大明来说究竟算不算明主，是要打一个问号的。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信王朱由检是熹宗唯一的选择。熹宗当场把皇位托付给朱由检，并嘱咐了2件事：一是善待中宫，2是继续任用魏忠贤。前一条不成问题，朱由检原本就十分敬重张皇后，对她尊同母后，后一条却棘手了。魏忠贤也不甘被如此安排。朱由检的个性与熹宗不同，不会愿意成为一个傀儡皇帝。阉党当即确定2条指导方针：一是给熹宗续命，2是阻止信王继位。然而当时天启帝已经病入膏肓，魏忠贤也没办法真的变出灵丹妙药给熹宗续一秒。至于阻止信王继位的努力，则在皇后张氏的阻挠下化为泡影。魏忠贤本想谎称后宫妃嫔怀孕，并请张嫣帮忙圆谎。张皇后虽然知道自己的安危操于阉党之手，却坚决拒绝了魏忠贤的提议，并积极劝熹宗照立信王。魏忠贤也想过效仿唐代宦官，皇帝不听话就换一个皇帝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怪。然而大明的政治环境与唐代毕竟是不同的，唐代宦官可以操弄帝王生死，而明朝的宦官则只能依附皇权才能活命。兵部尚书崔成秀告诉魏忠贤，他要敢这么干，各地都会有揭竿而起的疑兵。魏忠贤这才作罢。天启7年8月22日，熹宗驾崩，皇后立刻传遗诏。木已成舟，魏忠贤无可奈何，
不得不在次日对外宣告皇后的懿旨。对朱由检而言，入宫登基只是漫漫长夜开始的第一步。他入宫的第一天就如履薄冰，念念不忘皇嫂张嫣对他的秘密告诫，误使宫中时，因此他是在袖中藏好了岳丈佳做的麦饼，才跟随魏忠贤派来的人入了宫。朱由检知道魏忠贤心狠手辣，什么狠活都干得出，便一直保持着警惕。这一夜，朱由检不能入睡，秉烛独坐。有佩剑的宦官巡夜路过，被朱由检叫住。朱由检把他的剑取下，佯装观赏，然后把剑留在桌上，以备不测。朱由检在宫内如履薄冰，他的家眷在宫外也一夜未眠。信王妃周氏为他祈福一整夜，唯恐他入宫遭遇不测。崇祯皇帝登基的前夜，便是在如此战战兢兢的氛围中度过的。如果他是一个胆小怯懦的平庸之辈，日后不是成为魏忠贤的傀儡，就是被他所废，重演唐朝后期的帝王悲剧。但朱由检并非等闲之辈，在度过即位危机后，必然会清算魏忠贤为首的一众阉党。朱由检即位之初，先是不动声色，迷惑阉党，让魏忠贤放松警惕。魏忠贤则故技重施，选了4名绝色女子入宫，既是讨好，也是引诱。朱由检虽不好女色，但唯恐引起魏忠贤的疑心，便接受了。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，一个号称9000岁，一个号称老祖太太1000岁，两人早就狼狈为奸，宫内宫外遍布他们的亲信党羽，内外呼应，盘根错节。朱由检即位后，把精力都集中在册封后妃以及筹办先帝丧葬的事情上，一切都按部就班，毫无异样。然而这种平静对于客氏和魏忠贤两人来说，不啻无声处听惊雷，惶惶不可终日。客氏是熹宗的乳母，凭借熹宗的信任才得以留在宫中。如今熹宗已去，他在宫中已无立足之地，不得不请皇上批准出宫。朱由检顺水推舟，立刻批准。客氏离宫，对魏忠贤等人无疑是一大震慑。掌印太监王体乾预感大事不妙，向皇帝申请辞职。朱由检害怕打草惊蛇，回了个不准。此时，对政治分外敏感的大臣立刻嗅出了其中的微妙变化。一时之间，弹劾阉党的奏折如雪片般飞来，天下苦阉党久矣。朱由检何尝不想立即处置阉党，然而时机远未成熟。他不仅没有理会这些奏折，还斥责了上奏的朝臣。被弹劾的崔成秀等阉党之人毕竟心虚，纷纷上奏请求辞官，朱由检一概不准。这下老奸巨猾的魏忠贤如堕五里雾中，不知皇上究竟想干什么。这个时候，阉党分子策划了一场反扑。对阉党而言，临时改换门庭已经毫无意义，皇帝必不可能因此就原谅他们。既然已经上了这条贼船，就只能加大压住的筹码，博取一线生机。阉党分子陈尔义抓住弹劾的事大做文章，指责这些大臣是东林党余孽，企图再度制造恐怖气氛，拔水搅浑，用党派之争掩盖阉党擅权乱政的真相。面对这个棘手的政治敏感话题，朱由检的回应不偏不倚，柔中有刚，驳斥了阉党捉拿东林党余孽的主张，同时嘉奖魏忠贤等人主持登基典礼的功劳。陈尔义以攻为守的策略无效，另一个阉党分子杨维元打出一张丢车保帅的牌。这个被丢掉的车就是兵部尚书，同为阉党分子的崔成秀。杨维元只字不提魏忠贤的罪状，一味让崔揽下所有罪责。如此上了2道奏书，朱由检终于免去崔的职位。魏忠贤的左右手崔成秀一去，官员立刻察觉皇帝铲除阉党的决心，朝廷上下震动，掀起揭发魏忠贤罪状的高潮。天启7年10月22日，工部主事陆承元上书；10月24日，兵部主事钱元阙上书；10月25日，刑部员外郎史公胜上书。崇祯帝依然没有表态，魏忠贤估错了形势，真以为皇上是顾及先帝的托付，不敢对他下手，还愤然跑到崇祯跟前哭诉。朱由检就静静地看他表演，还是不动声色。10月26日，海盐县贡生钱家征上书揭发魏忠贤10大罪状，这个无名小辈的奏书反倒成了对魏忠贤最有力的迎头痛击。崇祯把魏忠贤叫到身边，
魏忠贤不识字，就让内侍朗读给他听。魏忠贤还是怕了，宦官的权力再大，终究是依附于皇权的畸形物，没了皇帝的信任，他什么都不是。魏忠贤于是自请离职，这原本只是一种政治姿态，本以为皇帝会挽留，没想到朱由检顺水推舟，将他发配到安徽凤阳去看守祖坟。可见阉党丢车保帅的计策只成功一半，车倒是丢了，帅也没保住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清算阉党的时机终于成熟。然而魏忠贤却没觉得自己大势已去，他在贬往凤阳的途中，还摆出昔日9000岁的架势。据说跟随他出京的卫队随从达1000人之多，押着满载金银珠宝的40辆大车呼啸而去，给人以意气风发、雄心未泯的印象。消息传回宫中，崇祯被激怒了，他立刻给兵部下旨捉拿魏忠贤，并严令勿得纵容。魏忠贤得知消息后，这才明白命不久矣，不等兵部的人到来，便自缢身亡了。魏忠贤一死，阉党土崩瓦解已成定局。此时距离崇祯即位还未满3月，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取得如此成就，朱由检确实不同凡响。但要说明的是，在这里勇气胆略比权谋术数更为重要。只要看清魏忠贤作为宦官依附皇权的本质，就不会惧怕9000岁这只纸老虎。崇祯掌握了皇位，就等于掌握了一切，他做的更多是一种顺势而为，以不变应万变。而空有勇气胆略而缺少权谋术数，也注定了崇祯初期的中兴局面在明末四起的乱局中不能持续太久。